大家好，我就是吐槽烂片250解说电影人在火的老车。今天吧，咱们来说说开年第一部古装经商剧《国色芳华》。可能一说到女主经商的剧吧，大伙就会联想到咱们之前说过的像卖珠宝的珠帘玉幕，还有卖布的蜀锦人家。总之，主线纯是女主搞事业的古装剧非常少。至于原因吧，也很简单，那就是它拍不好。因为大伙也都知道，女性在古代吧，她本来就是弱势群体，而且几乎也没有什么权利。所以说，一个女子想要在古代创业，那简直比登天还难。这也是为什么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剧组都要避开大女主在古代经商的这个主题，顶多呢，也就是在一些古偶剧里加入一些经商的戏份，就比如说《梦华录》里女主赵盼儿开酒楼，还有《锦心似玉》里的罗氏姨娘干点刺绣的活。但是这些剧的本质还是一个古装的言情剧，它主要讲的还是男女主之间的感情线。当然，我倒不是说大女主创业就拍不好，而是在我的印象中，想要把它拍好，无非就是走两条路。这第一条吧，就是你也别扯什么古装女主经商的事儿，咱呢就拍现代独立女性经商的故事。真的，这远的咱不用说啊，咱就说近2年拍的啊。你比如说赵丽颖之前拍的那个《风吹半夏》，还有《幸福到万家》，应该说这2部剧都挺不错的。说白了，你在现代你怎么拍女性创业都没事儿，因为没有封建礼教的束缚，而且现在男女平等，女性也能在各个领域发光发热。真的，这高大上的咱就不用说了啊。你像人家董明珠还是上市公司老总呢，这样咱嘛就是一个普通人，所以说咱就说点接地气儿的。你比如说总演农村戏的王锡华，他就演过一个剧叫做《女人的村庄》，里面讲的吧就是一个被村里瞧不起的农村妇女，最后带领村民搞生态养猪发家致富的故事。我记得韩国好像也有一个这种类型的剧，好像叫真书的推销，里面也是几个农村妇女靠卖成人用品混得风生水起的故事。反正作为现代剧来说，女性创业你怎么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而如果你要非要拍大女主在古代经商的故事呢，那就不得不说到咱们要说的第2条路了，那就是我只拍古代经商，但是我不拍创业。应该说在我看过的剧里，有3个比较经典的剧都是这么拍的。你比如说咱们前阵子安利过的《九重子》，这里面女主窦钊她可不属于单纯的创业，而是她从小受她祖母的培养，然后还管理着她祖母的产业。还有比如早些年的《那年花开月正圆》，这里面女主周莹是因为丈夫和老公公都死了，而她呢身为吴家的大少奶奶，不得不接过这个衣钵。包括再早些年的电视剧《凤穿牡丹》也是这样，她这里面玉家的老爷子没了，就女主玉无暇一个有正事儿的，所以她接过了刺绣的传家绝技。也就是说，这仨剧虽然说都是女性经商，但是产业都是家传的。应该说，无论是作为古装剧还是古代来说，这都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而您再反观咱们今天要说的这部《国色芳华》呢，可以说这2条路哪条路她也没走，而是就愣拍古代女性的创业和经商。应该说这么拍就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那就是女主这个独立女性的人设她也立不住，然后她呢也不符合古代的经商，最后拍出来本质上还是王子保护灰姑娘的戏码。不信呢，我就给大伙简单的概括一下她这剧的剧情啊。这部故事吧，说的是一个商贾之女何为芳，由于她母亲得了重病，而且她打听到官宦世家的刘家有一个灵药，据说这个灵药吃了之后吧，无论多严重的病都能够康复。所以说女主为了这颗灵药不惜嫁入刘家，最后还陪送了一大堆嫁妆。当然刘家这边吧，主要也不是为了女主这个人，而是把女主当做了他家的一个招财猫。简单来说，就是既相中了女主的生辰八字，也惦记上了她陪嫁的嫁妆。因为刘家这边吧一直缺钱，无论是平时的吃穿用度，还是女主要嫁的那个男二，也就是刘畅，他口学升迁呢，也需要用女主的这个嫁妆上下打点。但女主没想到的是，即便得到那个灵药，也没保住她母亲的性命，因为当时刘家给她的那个灵药吧是个 A 货，而真的灵药已经被她家给藏起来了。结果女主嫁入她家之后呢，好巧不巧，这个消息就让她给听到了，再加上跟随自己多年的丫鬟也被她刘家给害死了，所以在女主嫁入刘家不久之后，就想方设法的要和刘畅和离。当然，女主和离之后吧，也没有她想象的那么开心，因为在她得知了她母亲死亡的真相和家人对她的冷漠之后，她决定自己打拼出一番事业，然后有朝一日好为她母亲报仇。而她的这个性格吧，也吸引了来刘家做客的花鸟使，也就是咱们男主蒋长阳。至于什么是花鸟使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给皇帝搜集奇珍异宝和美女的一个特使。应该说唐玄宗时期确实有这个官职，只不过男主吧不是心甘情愿的去当这个花鸟使的，而是他想借着这个职位为天下办更多的实事。当然这都是后话，这不男主帮助女主和离完之后吧，俩人不约而同的就在长安碰着了。于是在男主这个
天使投资人的帮助下，女主就打拼出了一番自己的事业。应该说这部剧大致的剧情也就是这么个事儿。反正你把这部剧追平之后，你就会发现它和咱们之前说过的《珠帘玉幕》还有《蜀锦人家》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哎，都是那种前几集给女主点满 buff， 然后烘托女主有多么惨多么惨，最后通过男主的帮助成功逆袭的故事。反正咱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只要是一提到女主经商，前几集家里必须得有一个双亲包庇的。这家伙长得就好像女主前妻周围就没有多少好人似的。真的，你说都说女性经商的剧拍不好，不信你去对比那些男性经商的剧，你看看，无论是传奇大掌柜、大染坊、乔家大院，还是大清盐商，哪个需要烘托男主的悲惨身世？当然，我也能明白他为什么这么拍，因为归根结底到最后还是要靠男主来拯救女主，也就是我所说的王子与灰姑娘的戏码。简单来说，就是很多剧组一触碰到女主经商，他还是按照偶像剧的那个思路去拍，最后拍完永远都是公式化的剧情，就是女主受苦加上男主拯救，最后等于谈恋爱。当然，咱也不是说完全就不用别人帮，你要说你人生之中遇到一两个贵人，这咱谁都可以理解。你就像《新闻女王》里女主的前男友曾经帮助女主采访，瘸了一条腿，应该说这就算是一次贵人相助。但是人家呢可不会事无巨细的帮助你，因为路是你自己走出来的，可不是人家帮出来的。而你再反观咱们今天要说的这部国色芳华的剧本呢，那就不一样了，可以说就差男主帮女主买一个公司回来当职业经理人了。不信吧，我就给大伙捋一遍他这剧前10集的剧情，你看看男主一共帮他多少回啊。首先这第一次就是女主保护她母亲留下的花，而男主这边呢作为花鸟使让县主作罢，可以说他们谁求情县主也没吱声，只有男主求完情之后县主才松口。而第二回呢，就是男主不仅还了女主的玉，而且俩人还设套用这玉当众坑了刘家一回。然后第3回呢，就是男主帮助县主和男二私会，然后使女主在众人面前能够博得同情。而第4回吧，那就更简单了，男主可以说直接在衙门促成了女主的合理。然后第5次男主给他提供户籍，然后第6次男主给他投资，第7次男主帮他救人，第8次男主给他提供场地，然后第9次男主在猎场帮助女主免除牢狱之灾。所以你就说吧，将近1/3的剧情男主就帮了女主9次。真的，就女主这活大伙能不能干我不知道啊，反正我是能干。你想想，男主前期对女主都没感情，就从头帮到尾，那要是换作是你，有一个皇帝身边的红人这么帮你，你也能平步青云呢。所以说女主的作用是啥呀？这又叫什么女性经商？而且说实话，这都是一些剧情和人设上的问题。如果说你要是抠细节的话，那这剧更没法看了。你比如说一群清真社的人在刘家刺杀男主，结果女主在旁边呢不慌不忙的照看他这些花，还说什么去那边打去，去那边打去，别打坏我这些花。哎，我就想问，现实中女主这种状态可能吗？当然别人我不知道啊，反正老车我是不装假。如果说我遇到这种情况，我是不可能像女主这么从容。这就好比什么呢？这就好比《古惑仔》里一群人干架和《唐人街探案》里一群人枪战，结果你在旁边呢不慌不忙的说上那边打去，上那边打去，别打坏我的花。我就想问，这种桥段现实中可能吗？你想想，无论从人设和剧情上，这桥段设计的合理吗？还有什么女主去黑店打工，这店里面的舞娘呢好心想告诉女主这是一家黑店，结果都快1个月了也没有机会告诉女主，最后店家都要强娶女主的时候，舞娘这时才说什么晚了的。哎，就这事儿我咋就不信呢？说白了，这些天你刷盘子上厕所的功夫都能告诉，根本就不可能没有说话的机会。当然你要是说舞娘就没想告诉，或者说你这段剧情就是没苦硬吃，那就当我没说。还有后面暴打负心汉的桥段也是，像那个女主有这机会罚这男的，就直接给他罚的倾家荡产，让他店铺都没有就完了，也让他尝尝流民的滋味。结果男主和女主这边呢，罚他点钱，打他几拳就完了，直接放着渣男回家了。那你说人家回去想坑别人家的姑娘，不也一样坑吗？说实话，这剧情我实在是理解不了。这说白了，多亏舞娘被卖的事儿被女主撞见了，那要是没撞见，不也就这么回事了吗？没准当时救女主出来的时候就被这男的活活打死也说不定啊。所以说让我评价这剧的剧情吧，那简直就是一言难尽，可以说是独立女性的人设也立不住，然后剧情的细节呢处理的也不到位。可能这剧唯一一个优点吧，就是演员演的也都挺用心的，杨紫也确实能把角色的至亲死亡在自己面前的那种状态展现出来，而李现这边呢也确实有那种玩世不恭的劲儿。但是你要说这剧的制作和服化道吧，我只能说也就是一般。你别看老车之前吐槽过《珠帘玉幕》和《蜀锦人家》，但是这两个剧整体的制作和服化道上确实要比《国色芳华》强。但是3个剧的剧情吧，其实都大差不差，女主也都是那种离了男主就寸步难行的手，就好比咱们今天说
说的这部《国色芳华》，可以说这里面女主的束缚呢，也都是男人施加的，无论是结婚还是生活在婆家，还是被黑店扣押，而女主的自由吧，也都是男人给的，无论是她和离还是工作，还是男二把女主放跑，可以说女主从来也没逃脱过男人的摆布。所以说归根结底，她这剧里所表现出的女权意识简直就是个笑话。而对于女性同胞来说呢，我感觉这剧全是毒鸡汤。所以说你指望看这剧了解独立女性，那简直就是狗笑。应该这么说，综上所述吧，这剧也就支个6分。反正我要是将心比心，我要是独立女性的话，看这剧也就是那么回事吧。行了，难听的话我也不说了，咱们今天就侃到这儿吧。我是老车，咱们下期再见。